面对美国和北约的围堵，俄罗斯军队不断加强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甚至还把舰队派到太平洋进行大规模演习。俄罗斯这种跳圈展开军事行动的办法，让美国很难应对。对中国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那么，对于就是像美国呀、北约呀，不断的对俄罗斯进行这种海上的、空中的围堵啊，周边的这种抵近侦察，俄罗斯呢，它不会束手就擒，一定要做出反应来的。那么，俄罗斯会做出哪些反应？未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和美国和北约对抗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先讲就是欧洲方向，因为欧洲方向是北约和美国就是对俄罗斯挤压的重点的区域。那么从海上方向不但在波罗的海，还有地中海进行这种围堵，现在是打到了俄罗斯的后院就是这个黑海这个区域里边来进行围堵。那在这个区域里边进行围堵，那么俄罗斯呢，应该说它已经没有任何的这种缓冲的余地了，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在黑海它的过去的以往的这个后院里边，这个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呀，现在还有这个像乌克兰都是北约或者是倒向了北约，包括它的这个邻居土耳其也是北约的成员国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俄罗斯怎么办？如果总是被动的在别人打到家门口的时候进行这种还击，比如说他把这个岸基的导弹对着对方，把自己的这个舰艇靠上去去驱离对方，那毕竟是自己的家门口自己没有出去所以你看这次当北约进行就是海上威风2021演习的时候，他马上把自己的地中海舰队、黑海舰队就派出去。我不但不在黑海我的后院里面演，我要跑到前面去，他要跑到地中海去演去。意思就是说，因为出了黑海就是地中海，地中海就可以进大西洋了，所以这是理论上讲北约的势力范围我俄罗斯就在这儿进行演习，所以他是跳出去要跳出圈外。那这个圈除了欧洲方向的圈以外，还有呢太平洋方向呢，因为这个俄罗斯是跨着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呀，所以在太平洋方向，我们看过去都是美国不断的在这个俄罗斯的家门口在它的这个领海线附近甚至于就进去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军舰曾经就是出来就是驱离美国的驱逐舰，并且说我奉命要撞击你都是到自己家门口了。现在你看。他把自己的这个一个编队，当然是个大编队，小舰艇都是护卫舰什么一些小的舰艇，开到了这个美国的夏威夷附近，也就是二岛链这个区域里边。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俄罗斯在和美国博弈或者对抗的时候呢，它现在不仅仅是要打破美国的这种围堵，同时呢要跳圈，要从这个美国的所谓第一岛链里面跳出去就是要到第二岛链，比如说关岛，比如说夏威夷这样的地方去和美国进行这种博弈。那么当然，这种博弈的方式既有舰艇对舰艇的，也有水下的潜艇对着舰艇和陆地上目标的。所以呢，它是采取了这种办法。再有我认为就是俄罗斯它是这个在博弈的时候呢，更相信这种军事实力。那么普京总统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你抗议100次1000次也不如战略轰炸机的翅膀抖动1次。所以将来他很有可能还会把这个塔尔图斯，就是在叙利亚的这个军事基地军港给利用起来，我在中东和你美国和你北约进行这种争斗。那么还有可能呢，就是把飞机把这个军舰开到就是委内瑞拉就是南美这个方向来和你争斗。也可能呢是从太平洋舰队这边派舰艇到南海去到比如说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去进行访问，加强军事合作。那这样呢也是对美国围堵的一种反制或者是反击。所以我认为下一步俄罗斯在这个军事博弈上一定会就是采取这种跳圈跳出岛链的办法
来和美国进行对抗，因为他非常明确的知道，就是美俄之间的核大战打不起来，但是这种常规的军事博弈啊，还会长期的、持久的进行下去，而且照着目前的趋势，还会越演越烈。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美俄的关系啊不会有好转，但是他们博弈的方式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